知道这里的紫菜为什么好吃吗？为什么？天然以外，还有钓鱼人的尿在滋润它。干狗吹吐不出象牙。我这卡层就知影高生。Hello， 我是怪兽山丘的小饼。今天是一个荒岛求生记。又看马尾金马里吧，应该很容易看得出来吧？我的边哦，东雨坪大鸭缸这个地方，现在已经日正当中，还在拍开场。其实我们到的时候是已经1点多2点了。像阿刚他们钓鸡钓的，还有玩一下，我也有玩一下啦。但是晚上就真的干脆睡觉算了。哎，我再讲下去就破梗了。看看今天到底在礁上面搞什么？新欧紫菜啊，真的超好吃的。喜欢吃吗？为什么你不看着我？为什么你不看镜头？因为我在认真的拔紫菜啊。是这样吗？这就是紫菜，各位观众。较紧好呀，上岸要分我一点哦。用手捏会较紧吗？你无加死烤烤就好啊。烤过的袂使啊，以后遐紧薄，我拢用手了。无啦，我是讲你去用烤过啊吗？我要去用烤过啊。袂使啊。我这尻川就知影高生。呀，这拢就这啊。啊，伊也是啊，袂收到就好啊。老的红汤啊，啊，毋食够辛苦嘞。然后油的够目睭嘛。对。哎呀，阿高拢安尼搞啊。水比较没有坡道的地方会比较绿嘛。对啊，比较绿啊，而且会干掉。然后水分越高，它就越紫色。都有啦。都有，我有。有因拢我食有去啉啊。哎呀，目睭的较好一种。我看顶地目。所以恁某知哦，伊拢食有去补目睭，莫怪阿家拢爱地目镜。筋骨较好啊。因为筋骨较好。风吹阿姨，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。传说中在海边拔海菜的男人，啊，反正现在在晚上的时间，好像都不太摇吧。因为之前上礁晚上他们都睡觉。哎，回家讨海边你只听得到浪声跟火车声。Go go go！ 汤马士小火车。反正在这种摸黑的时间，你没办法钓，然后可能也没什么鱼的状态下面，就是采紫菜。那么阿嘎应该会很善的帮我采一些吧，对吧，阿嘎？你就说对就对了。你知道这里的紫菜为什么好吃吗？为什么？天然以外，还有钓鱼人的尿在滋润它。干狗吹吐不出象牙。你啊，正起来人慢很多，啊，拢规律发，啊，足水的。看咱那10月停到即摆才起来。你有看像北咖地咩？对。像画虾的像啊。你在帮叫去哪？大鸟啊！小细包啦。对啊嘛，咱要等只来吃落，叫家己迄落其他伊等你。好来吗？往里卖。哦，金兰。袂歹，我帮读一个。金兰不是要用手控一下吗？不要怕，金兰的牙齿没有那么粗啊。哎，来啊，来手扣一下。你啊，你手扣一下。哦，对啦。哎，那只是什么？燕鱼吗？燕鱼哎。富贵鱼哦，富贵要人帮，就吃富贵鱼。哇，吹！那个高的换粗的。有啊！哇，会跳的，大小。卖龟！哎，刺葱！哎，我要金牛票了！哇，虽然是刺葱了，我比较想要有新的东西啊，不要再刺葱了，好不好？给我拉轮好不好？哦，够派，有够派！甲规个沙收落干。哇，那太贵啦，那我就倒下来。哦。
感觉又是气缸。啊，靠边，不要过去！呼呼呼呼！感觉又是自冲。一个台中就有的鱼种。哦，干，擦掉！来澎湖上礁啊，因为这种礁岩的场地，老实讲蛮容易挂底。如果说你有像小比那样这种想要先敲一下底，然后再开始浪的这种坏习惯的话，建议用单钩就好了。不然你绑得漂漂亮亮的，一天到晚在挂底，然后一天到晚在填海，也不是办法吧。像这种礁岩场地的话，其实还是会比较偏向说用单钩就好，比较安全一点。除非把那个坏习惯改掉，利用数秒的方式确认说你现在钓的这个场域，你几秒会触底，那你在几秒之前要开始绑这个铁板。铁板虽然说不贵啦，可是说实在的，一天到晚在那边花时间绑钩子啊、绑绳结啊，不累吗？所以今天轻松一点玩小铁板，就可以玩到不要不要了。有。下脚，为什么我还是觉得是刺虫？哎呀，出来见公婆喽！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嘛。哎呦，刺虫大咬，稍微抓到一点。澎湖刺葱到底要怎么钓？这边的刺葱吃得很飘。对，基本上也是这种抽停，哦，很慢的抽2下停。那有时候就会接走。可以的话，我还是不太想要只有钓刺葱，我还是想要钓一点其他的东西。至少来一只拉轮也好嘛。哇！抖动好兴奋，我觉得应该就是刺虫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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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顺着流水跑。刺虫就台中就有的东西，然后跑来澎湖钓。没差啦，拢外口的哦。又是刺葱，今天是刺葱之旅，就是了。现在上礁蛮好玩，因为没有人跟你抢钓点，基本上一个礁了不起10来1个人吧。对啊，看，你可以很轻松自在的在那边自己一个人做钓。上礁其实蛮有趣的。轻松自在，而且鱼就在你的身边，就看你钓不钓得到。其实所有钓鱼找标点的方法都差不多，就是找流水、找潮目。你就看那个海面的状态不太一样啊，它有一条流沟啊，或者是说它会有一些奇怪的波纹。哦，你看是不是？你只要找对标点，然后鱼就在下面等你。看好潮目，看好流水，然后瞄准就对了。哦，卖冷，不要硬拼哦，尤其是我们这样玩微铁的，然后细线。我今天用的是1.5号的线，然后1.5号的 P1，然后4号的前导。好，没力了。我应该会被我台中的朋友笑吧？就是台中刺葱也有，为什么要跑到澎湖来？不过至少拉爽爽，蛮好玩的。有时候不用快。忽快忽慢，稍微调一下，因为有时候他想吃快，有时候他想吃慢，所以就是忽快忽慢自己稍微调整一下。那如果说吃快，有一段时间试试看快的比较多一点，这一阵子吃慢，那你就是这一阵子就是朗慢的多一点点，去抓住他的喜好。哦，过来几件。找好标点，鱼就等着你。哦，今天又是刺葱，今天全部都是刺葱，今天是刺葱大军。有人说鱼很笨，老实讲，我觉得鱼蛮聪明的。差一点，看他是专礁了，聪不聪明？
聪不聪明？要跟它比机智啊！澎湖这边的礁大部分都是一个断层型的，你不太确定它的断层型是直接直落的断层，还是说它是阶梯式的。如果说你用的是那种双钩，或者是说双钩以上，三钩四钩的那一种，有时候你送鱼的时候会去钻礁。那它去钻礁的时候，你多钩的状态下面，你就有可能说钩子会去勾到这些棚的位置，其实就很容易 miss 掉这只鱼。miss 就算了，你的铁板、你的钩子还是直接挂在海底，然后那只鱼就跟着铁板一起挂在海底。可以的话，你还是建议你使用单钩。这只大只哦。拍一下我们牛奶哥的英姿。结果是外道鱼。来啦，下来，焖牛啦，拉爽爽啊！这几号？1.2。哦，这么准！直接甩到断机了。今天刺葱大有，连基钓都是刺葱。哦，小贝啊！呀！哦，有鱼！这样都可以。哎，我刚刚是铁板躺在底下，还中刺葱，就太妙了，会拉到你的哦。他一直不过来。哦，好屌啊！看球啊！不要以为挂底就不会中鱼哦，要想中鱼必先挂底。想喊喊到我都不知道在讲啥。基钓的中刺葱，然后铁板的中昂屌。都是外道鱼就对了。啊，没有，那昂屌本来就会吃铁板啊。今天的目标也是拉轮啊！我今天的目标也是拉轮，它还是外道鱼。对，没关系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的，这好吃的我就可以接受，只是它好笑就是了。那只超大的，我那一只每个妹都这样讲。那条在旁边脸都快歪掉了。记得哦，单钩就好了，单钩你还有机会可以解开挂底的问题，然后解开挂底的时候，说不定还有机会可以捡得到昂屌。哦，阿伟，哦，好大只的臭头啊！有够粗的，臭肚爷爷都被你钓上来了。臭肚爷爷，我是讲看迄色无使同款，没有比目鱼，无我当作鸡啊。反光的颜色吗？哎呀，迄伫遐弄的时阵啦，我当作是黄鸡。哦，哎，钓鱼拢无爱发声的。好，就对了。来海边钓鱼啊，如果你看得到这种流场啊，那种交汇的流的地方啊，抛就对了哦。尤其是像我们这种钓洄游鱼的啊，那种流的地方是最重要的。又是刺葱葱，哎呦，满满的刺葱。对啊，是虾米呢？斑斑，我猜是斑斑。阿干，嫩看。哈哈哈，自己要出来的。哦，又是红条。这个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不要怕挂底，你就有昂条啦。不过还是记得扫草木哦，扫草木下面它的活性会比较好一点。上礁钓鱼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它的流水是在动的，找这种汇流点、草木就对了。这也没什么技术，用一个合适的克数、合适的钩子，抓好草木，抛浪就对了。然
然后注意安全。如果你找到流的交汇处，最好的方法丢到流的交汇处的上游一点点，因为它还是会有一个方向。其实这个跟溪钓有点像钓卷啊，钓卷我们都会去找急赖接缓赖的地方哦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标点。海钓其实也是一样，如果说你找到汇流处的地方，也是一样，就丢上游一点，让它稍微飘下去。其实，在那个地方的咬度是最好，而且今天肖战的是今天没有亲戚来软脚。慢慢耗他的体力，慢慢来，扒掉，嘿，扒掉，应该是要追的时候用身体去撞扒掉，打到就穿进去了。这次使用的是鬼刃的轻量化快铁钩，鬼刃的轻量快铁钩它有几个差异性，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一个是同样号数，拉力值一样，但是更轻巧。相对的，在朗铁板的时候，你的钩子会更飘。配备快铁，你也可以用这种轻量化的钩子，而不只是单纯选择慢铁钩这样子的钩子来做使用。鬼刃这一款的钩肩，它设计的更长，而且向内凹。相对的，它也比较不会挂底。一般的话，它是直上。再来是拍扁，拍扁的部分的话，可以让它用更细的线材，更大的拉力值。再来是钩型，它的钩型下圆弧。它是呈现一个有一点圆弧角，这种弧角的设计的话，它可以让着钩的尽量固定在这个弧角的位置。这是小饼观察出来它4个跟一般快铁钩不一样的地方：一、轻量化；二、拍扁；三、钩尖更细长朝内；再来就是下面的弧角会跟一般的快铁钩不太一样。今天的使用状况，个人觉得还不错。如果说你有兴趣，可以考虑看看鬼刃的 GH0661这一款的轻量化快铁钩，我觉得还不错用，推荐给大家。溜跳，它拍起来多棒！看看这个美景，多棒！只是热了点了，我比较不怕热，我怕冷。我裤子还是穿长裤，然后里面还有穿那个内里。昨天晚上很冷，今天1点多就已经到礁上，这礁石上面睡觉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冷。其实我慢抛其实很简单，你就是找潮木，它会比你在茫茫大海胡乱的乱抛来得好。即使是小小一块礁石，它也有分王位跟鸟位置嘛。去任何地方尽量去找潮木，它可能都比较容易尝到一些活钓鱼。就不要想那么多，我们就是来放松的，对吧？上礁来放松啊，看看大海啊，我个人蛮喜欢这种感觉。可是可以的话，我们自己制造的这些垃圾啊，或者是说你打了 SR 等等之类的，把它清干净、清洗一下，然后垃圾就带回家。一般来讲，船家它都有一个大垃圾袋来收所有的钓客的垃圾，没有必要把它留在礁上。可以的话，就是把这些垃圾都捡一捡。那不管是你自己制造的，这个环境会更好一点。反正今天就是这样子。还喜欢今天的钓友吗？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话，欢迎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